家好，我是文大家好，我是丽蓉。丽蓉。今天我们聊一聊旅行的时候遇到的奇怪的事情吧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其实我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，可能一下子也想不起来。今天我要听听你说那些奇怪的事情。嗯，好，那首先呢，我想说一下，奇怪是一个 HSK3的单词。那希望大家看完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以后呢，可以牢牢的记住奇怪。对，奇怪。我觉得我旅行的时候确实遇到过很多很奇怪的事情。嗯，我们去年11月去了一趟新疆，然后呢，因为你在北京有事儿，所以呢，你提前回北京了。啊，对对对，然后呢，我和大碗我们还去了一趟西安，当时我们是从新疆飞西安。嗯，上了飞机以后呢，我们发现有一个人他很乱，他很慌，为什么慌呢？因为他上错飞机了。哇，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奇怪，就是他怎么可能会上错飞机呢？嗯他可以没有看清楚他的航班号，嗯，但是就是机场的工作人员怎么就让他上来了呢？对，机场会检查那个票呀。嗯，然后他会扫那个条形码，啊，对呀，那他是怎么上来的呢？就很奇对，怪。真的好奇怪。对对对，然后还有更奇怪的是，他下飞机以后呢，有一个行李箱找不到主人，啊，然后没人认那个行李箱。对，然后警察也来了。哇，当时是差不多晚上可能7、8点，然后我想完了，那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去西安了？嗯，然后那个警察拿着那个行李箱问了很多遍，这是谁的行李箱？这是谁的行李箱？都没有人认领。天呐，然后最后呢？最后有一个人出来认领了，然后哇，警察非常生气。那当时你们怎么想？心里害怕不害怕？因为那个行李箱，它那么长时间不认领，是不是有问题？当时我非常害怕，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就是我们都下飞机，然后呢重新过安检。嗯，但是最后也没有，可能警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判断，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。可能之前也检查过这个行李箱了，是不是？可能是，但是当时我会觉得很奇怪，而且有一点害怕。对，如果是我，我也觉得，因为如果是我的行李箱，我肯定很快的看到，然后马上就认领了。但是这么长时间不认领，我觉得是好奇怪。对，嗯太奇怪了。好，那我想想啊，还有很多好奇怪的事情。嗯我们也是去年，我去了一趟芭提雅，泰国的芭提雅。嗯然后，我在一个酒店办完入住以后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要给我们的设备充电，嗯什么 iPad 呀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大疆啊，嗯嗯然后我把房卡留在房间了，插嗯在那个墙上，嗯嗯嗯，这样的话房间才有电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你拿走了，然后就没电了，没办法充电了。嗯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出去了。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发现我们的房间是暗的，然后呢，开灯，灯也不亮。最后我们发现房卡不在，被人拿走了。对，不在哦。墙上。哇，好奇怪，那然后你们去找他们了吗？然后我去找前台了，嗯，前台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他没有说是因为保洁去过，还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人员去过，还是别的人走错房间了，哇，没有给我们一个解释，他们只是跟我们道歉，然后问我们有没有丢东西，但是很奇怪，我们没有丢东西，对，为什么只把房卡拿走了呢？所以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奇怪，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是不是？没有给我们一个解释。我不知道他们是知道，然后发生了不好的事情，所以没有给我们一个解释呢，还是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？那然后最后给你们了是吗？那个卡？对，当然他要把卡给我们，哦，我还以为可能没给你，然后换房间了或者怎样的。没有，我们没有换房间，哦，但是，我们也没有丢东西，所以就这样过去了这个事情。嗯，确实也是真的很奇怪。对，很奇怪，但是我们嗯也没有追究，因为我们也没有丢东西嘛。嗯，好，然后我真的有很多挺很奇怪多的。的事情。因为我经常去旅游，对，那旅游多了就难免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。不可以理解的事情，对吧？嗯，对，也是去年，都是去年，哇哦，我去了一趟沙美岛。嗯沙美岛它是一个离岛，嗯就是我们要坐船才能到那个岛。嗯然后呢，我们没有在那儿住，
我们是当天往返。到那儿以后呢，我们租了一辆摩托车，因为这个岛很大，嗯然后呢，如果租一辆摩托车可以去很多地方，更嗯，方便。骑摩托车去是不是？啊啊，是，然后我们骑摩托车到了一个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有保安，嗯然后停了非常多的摩托车，嗯嗯嗯，我们也把我们的摩托车停在那儿了，啊，而且当时我们在拍视频，所以这个视频都记录下来了，我嗯嗯嗯们真的把我们的摩托车停在那儿了，嗯然后我们就去美美的，然后去晒太阳，嗯嗯然后去喝咖啡了。嗯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时间有点紧，嗯，因为我们要赶晚上的船回去。哦，因为我们不打算在这个岛上过夜。对，你想当天回去，嗯，嗯，但是呢，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摩托车了。摩托车不见了，是，而且我们也回看了我们拍的视频，我嗯。们确实把我们的摩托车停在这儿了。哦，不是说你们忘了或者怎样的，你确不是，实停在一个地方。不是我们失忆了，因为我们是两个人。嗯，然后我们想怎么办呢？当时其实很慌，因为第一，我们把别人的摩托车丢了，我们嗯，要赔钱，对不嗯对？嗯然后第二，我们的船怎么办？嗯，所以因为还好我们会一些泰语，我们就跟这个泰国的保安求助，我们把我们的事情的经过告诉他，给他讲了以后，啊，他让我们给那个摩托车的主人打电话，哦，然后他跟这个主人讲，然后把这个事情讲了以后呢，这个摩托车的主人就是这个租摩托车店的老板，骑着他的摩托车过来了。哦，然后他说，可能是因为在岛上有别的人，他们可能也是游客，用他们的摩托车的钥匙把我们的摩托车打开了，然哦，后就骑走了。就是说，应该是很多钥匙都能打开这个摩托车。对，可能是那个钥匙都是相通的。哦，那我觉得你老板知道以前可能发生过这种事情。对，因为可能是经常发生，所以他也没有觉得很奇怪，但是对我们来说很奇怪。对，然后玩着玩着，然后回来摩托车没了。对，嗯，最后老板把我们送到了码头，嗯，然后呢就让我们走了，也嗯，没有让我们去把摩托车找回来，然后也没嗯嗯有让我们赔他钱。嗯，他可能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，嗯。是，而且我觉得他知道这个摩托车一定还在岛上，所以他可能是比较有经验。对，如果是我，我也觉得哇，摩托车丢了，然后我就会想，我还要怎么赔这个老板什么？但是没想到是一个反转啊，老板心里有数，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是，是，嗯，还有还有呢，很奇怪的事情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跟另外一个朋友，我们嗯，也是去泰国的普吉哇，岛。当时，我们是跟团去的，那这个团费包含机票，然嗯后还有酒店。嗯那可能是因为这个旅行社他们想省钱，啊，机票他们没有买直飞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飞机不是直接从北京飞普吉岛，而是要去上海中转，嗯要去转机。上海转机，对，我们在上海落地以后呢，还要再去办一次托运。啊，还要重复托运，对，因哦，为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关于这个方面我记得不是很清楚。在我要去办托运的时候，有一个外国人，他把我拦住了，干嘛？他小声的跟我说：“你要跟我换护照吗？”啊，换护照，奇怪吗？很奇怪，他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或者搭讪，他是认真的。那你什么表情？当时我很我有点好害怕，奇，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很多就是旅行的经验，然后呢嗯，也比较年轻，对。然后我很害怕，然后我说不换我就走了，哦，天呐，换护照，是不是很奇怪？对，太可怕了。他是不是跟你长得像？他长得不像，他是一个男人，哦，男的，对，那怎么换呢？好奇怪。很奇怪，我也不知道他要我的护照干嘛。对对对，太嗯，奇怪了。对，还有，还有很多，我带我的爸妈，我忘了当时我们是去哪里旅游，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。我带的是美元，嗯那我没有当地的货币，所以呢，我要去把美元换成当地的货币。嗯然后呢，在路上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兑换的地方。嗯当时我记得我妈妈在酒店休息，我爸爸陪我去的。嗯然后我们去了一个店里，
我跟他说我要换钱，然后那个店里很暗，当时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想省钱，所以就没有开灯。然后我就走到柜台去换钱，嗯，这个柜台的那个怎么说？那那个柜台个柜柜很高，台很高，嗯，对。然后我觉得，哦，我好像有点儿矮。那个换钱的人呢，他很热情，他就问我你是哪国人，嗯，你过来玩几天，什嗯嗯么什么什么的。嗯，然后我也跟他聊，因为你知道我很喜欢跟当地人交流。对对对，这个时候突然从后面又来了一个人，嗯哼，跟我爸爸聊天，哦，但是我爸爸不会说英语，啊啊，所以呢，就是两个人他们同时跟我聊天。嗯嗯嗯在这个时候，换钱的人，他把换好的钱递给我。嗯哦，不是，他没有递给我，他是数给我看。嗯他说：“哦，这个是先给我看那个计算器，这么多美元，你可以换到这么多钱，当地嗯的货币。”然后我说嗯嗯：“OK，好，没问题。”嗯然后呢，他把钱数给我嗯看，他说：“你嗯嗯看啊，是这么多钱。”嗯嗯我说：“嗯，好。”然后我把钱接过来，嗯我自己也数一遍。嗯这个人突然开始变得有点慌张，啊，为什么他呀？把我的钱抢过去，他说：“我数给你看。”当时我的直觉就告诉我这个事情不对，对，这个钱很有奇怪。问题，对，对，嗯然后我觉得啊，好奇怪呀。他数给我看以后，他说：“你看没错吧？这个钱是对的。”我说：“嗯，是对的。”然后接过来，我坚持要再数一遍，那个人又把我的钱抢过去了，嗯。奇怪吗？奇怪奇怪，嗯。那当时我肯定是觉得这个钱有问题，肯定那个钱数有问题。嗯，嗯是，所以呢，当时我就跟他说：“我不换了，这个钱我不换了，你把我的美元还给我。”嗯嗯嗯，嗯，然后你就没换走了。然后我就没换。嗯，为什么这个事情我那么警惕呢？是因为以前我被骗过一次，哦，有过这个经历。是我去买桃子，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贪便宜，因为它的那个桃子非常漂亮，嗯而且它卖的价格非常低，嗯然后我嗯觉得，哦，那我要买一些，然后我就买。那当时我给了他100块，嗯他也是当时跟我聊天，嗯嗯然后呢，去吸引我的注意力。嗯他给我找钱，嗯，到家以后我发现这个钱不对，少了。少了对，啊。其实结果最后是不便宜的这个价格。是，但嗯，是桃子还挺好吃的。是吗？好吃就好。但是换钱这个事情，我马上觉得不对。嗯嗯嗯，他们可能在用同样一种手段来骗我。对对，是骗你的。但是你最后的决定很好，你拿走了钱没换。嗯，是，还好当时我爸爸跟我在一起。对对对，如果是你一个人就危险有点儿。对，嗯。然后还有很多。还有奇怪的事嗯情，嗯嗯，是2024年不对，2023年冬天，我去旅行，嗯，我们要先在网上申请我们的签证，然后呢，下了飞机到了当地，还要在当地的海关，就是入境的地方，用我们的护照去换这个签证。嗯嗯嗯，然后我们当时一切都非常的正常，嗯哼，我们拿我们的护照，然后呢交给这个入境处的工作人员，嗯，然后呢他们让我们坐在那儿等一会儿，嗯，然后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号码，我们嗯，不知道我们是几号，嗯，也不知道到时候他们要怎么找我们，很奇怪。对对，然后我们就去坐着了，嗯，然后坐着的时候，我们的旁边还有很多别的外国人，有的外国人在哭，啊，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好像是给他递了纸巾，嗯，然后问他你还好吗？然后他说他的签证遇到了麻烦，嗯，是我忘了具体的，当时工作人员告诉他，如果他要坚持入境的话，他可能要等48个小时，哇塞，那么长时间他去哪儿啊？就在那儿等，天呐，就在入境的地方等，然后呢才能拿到他的签证，嗯哼，或者有一个快速办签证的方法，多交钱，对，这个钱我记不得多少了，但是很多很多。这个真的很奇怪。是，嗯，与此同时，我看到一个带着工作牌的、穿着西装的人，在嗯，跟另外一个人在交涉。这个游客跟这个穿着西装的人说：“我没有那么多钱。”哦，跟他要钱吗？对，然后哇，这个穿着西装的人小声的问他：“那你有多少钱？”嗯，他说：“我只有多少多少钱。”然后这个人说：“那你让你的朋友给你打一些钱。”
他说我朋友也没有那么多钱，他们就在交涉。我当时觉得很奇怪，然后有点害怕。对，我想问你，当时有看到这些情景的时候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我很害怕，因为我们把护照交给他们了，他们还没有还给我们，而且没有给我们一个凭证说我们的护照在他们那儿。对，你不知道接下来你会不会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嗯。对，但是还好没有。哇，太好了，我刚才一直紧张着，我说你当时是什么情况？嗯。没有没有，差不多20或者30分钟以后，他们就把护照还有我们的签证给我们了。哇，还好还好，嗯。对，然后还有奇怪的事情，不是我自己经历的事情，嗯。是别人经历的嗯事情。嗯嗯。我在京都的时候，有一个英国人嗯。跟我聊天，嗯。然后他说他觉得很奇怪，嗯。因为前一天晚上他路过了一个饭馆儿，嗯，嗯，就是日本的饭馆吗？对，日本的饭馆儿，一哦。个料理店。料理店，嗯。对，他说其实料理店很空，嗯。店里很空，嗯。没有什么客人，所以他就问服务员说：我们2个人，我们可以坐哪里？”嗯。服务员问他：您有预定吗？”嗯。他说：“我没有预定。”嗯。服务员说：“抱歉，如果您没有预定的话，我不能接待。您需要预定，然后明天或者是别的时候再过来。”哦。他觉得很奇怪，就是你们有很多空的桌子，你们没有很多客人，为什么不能接待我？对，空着也是空着呀。嗯。是，其实我去京都的时候，我在网上做了很多攻略。嗯。我知道在日本有很多饭馆儿，它需要提前预约。然后呢，因为如果不预约的话，它的桌子可能就满了，嗯。是因为这个要预约。但嗯。是它有很多空的桌子，然后还不接待客人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在想会不会是他们的厨子，就是他们的厨师是很厉害的，就是说如果有预约，他会提前准备，然后提前给做或者什么的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可能是有这个原因的，就是他们嗯。没有准备那么多的食材，对对。因为他们要保证他们的食材是新鲜的。啊，对。但是在一个饭馆儿里哈，它可能不只有这一种菜吧？嗯。那他会要求客人提前点菜吗？对，我觉得真的是奇怪，不知道为嗯，什么。嗯。很奇怪。所以如果有知道的观众，知道原因的观众，可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真的很好奇。对，我们在想，如果我们去京都或者去日本，我们要想吃什么什么好吃的东西，我们是不是每个又都要提前预约呢？对，嗯。是的。好，那丽蓉，我说了那么多奇怪的事情，你旅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呢？其实我觉得我都没有什么，都是很正常的。那刚才在你说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，就是去一个地方、一个国家哈，然后我很喜欢看那些小饰品，比如说耳环呀，然后什么项链呀、手镯什么的。然后那天我去一个商店，看到一个手镯很漂亮，我就轻轻的拿下来想看，一拿下来，刚拿下来它就坏了。你摔下去了哦，吗？没有没有，它就轻轻的裂开了，就是碎了。哇，我说很奇怪，怎么就裂开了？然后我去找那个店员，店员说都是你摔坏的，都是你弄坏的，要你赔钱。我当时就愣了，我说为什么让我赔钱呢？我没有摔坏，我就拿下来看。我说你们这儿的这些饰品或者是都这么不结实吗？然后我又突然发现，其实那是用一个胶带给粘住了，它原本就是坏的。天呐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你们这样太过分了，然后找他们经理，经理跟店员在私下里小声说话，可能讨论了一下，然后跟我说啊，那不用你赔，你走吧。当时我很生气，其实那个地方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。所以他是把一个坏的一个手镯，嗯。故意的放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，对，去引诱路过的客人去看它，把它拿起来拿起来看。看，然后如果真的坏了，你就要赔钱。那个镯子看起来也很漂亮，而且应该价格也不便宜。天呐，对，因为那个肯定是很吸引人的那个镯子很漂亮，所以人才会拿下来看嘛。从这个事情以后吧，然后我去看这些精致的饰品啊什么的，我都不会随便往下拿，因为我怕如果摔坏了或者怎样，还挺不好的。嗯。心里有阴影儿了。对，有阴影了。嗯。嗯。
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在旅行的时候遇到过的奇怪的事情呢？如嗯，果有的话，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对，我看看你们有什么奇怪的事情。那希望看完这期视频的观众可以记住"奇怪"这个词。对，奇怪，是的，好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再见。再见。